当时我是考虑到都在里面看的那个结构，我才来考虑这个怎么那个的，怎么。早早的过来，师傅就把这个斗车给修好了。这边的砖用的很快呀，整个院子围墙加上厨房，还有发粪池的位置，已经用了好几千块砖了，材料还是用的非常多。这4块水泥板在我们当地叫做过桥板，安装在房门还有窗户之上。这边的院墙砌好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距离马路是这样的一个高度，整个小院的私密性是越来越好了。你们都没听懂我的意思，我就是说不需要磨，就是把这个直接稍微还抬高一点，就是以这个为平，基础为平也可以了。就是说这边就不需要磨了。肯定要磨，不磨不需要磨，不需要，我认为不需要磨。你到时候打混凝土，你不装模的话，你这个水泥砂浆全部倒下来了。我装一块膜的话，直接给它拦住水泥砂浆不好一下。哦，你这是个孔在孔的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那非要磨。嗯，那肯定要装个膜要好些了。不带孔的话，你上面也要搞个东西挡住水泥砂浆嘛。它是那种软的，你不挡住的话，它水泥砂浆它不跑了。这样也好啊。嗯。这边上面不是搞那个板砖封顶了之后，觉得以这个为基的话，这里肯定还是要留一个坎的。嗯。要相当于一个砖的高度一个坎，防止流水出去。防止流水到这边。嗯。你先。在这边。要不流水就自动往这个楼梯这里流。那你先把这个打好混凝土，上面这块平打好混凝土再说。你这边到时候用馒头砖来砌，或者用什么来砌，只要挡住水就行了。啊，简单些。啊，装个模板打这个地坪好打一点。模板我好打一点。嗯。你把这个土呀，这个土的填在这里了。这个就叫挖机过来填了。你放进去就搞25的可能还有多的人。你就一根电线，你那电线随便怎么穿都可以。啊，你那电线是6个平方的嘛？我知道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搞个管子护套的，要更牢靠一点。那肯定要搞个管子了。哎，搞个更牢靠一点，耐有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反正你那管子都剩的。直接买我也知道可以行。嗯。但是如果说后期，如果说有什么，如果说坏了。怎么搞？我也考虑这个问题。那是的了。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坏的。对。我考虑这个问题。我知道，你先把第1层搞出来，这个门上面搞个过桥梁，把它挑着上面开个窗子，大概是1米宽左右，不要满大窗啊。1米的窗有问题吗？我觉得没问题。看一下。1米窗，1米大概，你昨天那个窗是多大？那个80的。哦，80的，这个2个窗差不多可以的。我知道挑在上面的，我知道挑在上面的。不是打那个混凝土的。没有挨着，我当时我是考虑到都在里面看的。这个结构我才来考虑这个怎么那个的，怎么把多大的门多高的门，我那个量尺寸的，我知道是挑在上面的。以前农村做房，以前的就是说90年代、2000年做房都是这样。这个他那个踏步板，我知道，它就是一块板就是敲这个敲着的。啊，就是敲它。我知道。不是墙，现在搞那个是打那混凝土一块，它不靠这个强力，它靠那个强力的重力的。现在师傅和这个大哥说的是，这个砖墙的位置要开一个门洞，1楼呢要开一个1.2米的门
2楼要开一个1米左右的窗户，因为这栋房子建的比较早，当时这个2楼和3楼打的并不是这种橡胶板，做的是1制板盖顶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担心这栋房子的承重可能不行。师傅就一直给他解释说，尽可能的少开一些门洞，少去破坏一些砖墙结构，到时候可能对于这栋房子的承重，然后它的一个承受力可能不够，会有危险。包括这栋房子所用的都是1.5的水泥砖，1.5的水泥砖在我们这边是不建楼房的，基本上只做一些院墙。有的人比较讲究，基本上用不到1.5的砖，因为它的强度不够。现在要从这边做一个1.2米的房门，这个我们已经是考虑过它的一个承受力，我们可能要先做支撑，再开这个门洞。在2楼再做窗户的话，可能难度会比较大。边做边看吧。厨房背后的高度是2米，前面是3米，做一个斜面，大概就是这块砖的高度了。这边的围墙快砌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最顶上用到了一块板砖，相当于把这个空心的水泥砖封盖起来。下雨天这些雨水就不会顺着这个砖孔流到里面了。这个厨房是没有多大的，就靠着房子的旁边，总共只要砌3面砖墙，做一道房门，留一个小窗户。我们是专门留了一个师傅来砌这个厨房，差不多2天的时间可以砌得好。前面这边是3米的高度，背后呢是2米的高度，做一个斜面盖琉璃瓦。这里就是房门，90公分，高度是2米左右，旁边的窗户是80公分。小院子是一天天的在变化了，离不开大家的付出啊。每天上午大哥会过来看一下，然后看我们的做工情况。今天呢又给我们提了几个建议啊，当然也是当时他的规划没有到位，现在提出的可能是要扩建，需要做个鱼池啊，做宽一些，然后上面呢地要怎么整，后面的石头要取掉，反正说了很多。当然影响不大的情况下，我们尽可能的还是给它做好，但是如果太浪费工时的话，还是要和他去细说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